今天是我来香格里拉的第2天，我在早上看到了很漂亮的金山，很漂亮的日照金山。现在是早晨的7点多，你可以看到从我住的酒店出来就有很漂亮的雪山，有很漂亮的阳光照在这个雪山上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彩色的大金帆，是藏族文化的一部分。那边还有一个塔，应该是塔。然后现在风好大，你能听到这个彩色的布被吹动的声音。我是昨天晚上到的香格里拉，然后今天早上我来到了这个大金帆这里。现在我要去这个大金帆里面，它好像要售票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它上面写着门票每人9元。你好，需要买票吗？几位？一位。微信支付宝。支付宝。好，这扫吧，9元。9元。支付宝到账9元。好了，谢谢。几位？好，这就是我的门票，9元。香格里拉大金帆。尊重藏族文化，请顺时针通行。然后这个是转经筒，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带来好运的转经筒。然后这边就是大金帆，这边有很多彩色的布条。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纹样。今天是一个阴天，所以没有太阳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远处有雪山。转经筒又称转经轮，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重要的宗教法器，广泛用于藏族、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。它体现了佛教徒通过身语意的修行积累功德、净化业障的虔诚信仰。然后这里有一些关于经幡的介绍。经幡藏语称为龙达，又称分马旗，是藏传佛教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宗教物品。其历史渊源融合了藏族本土信仰与佛教文化，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寓意和传说故事。然后下面有一个传说，一位藏族商人常年受困于灾祸，某日梦见天神告知，若将印有经咒的布帛悬挂于高山峰口，风会为你诵读经文，厄运自消。商人依言而行，果然转运。此后悬挂经幡的习俗流传开来。现在的风好大，像彩虹一样，对吗？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大金帆，然后我带了我的胶片相机，打算在这边拍照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台子，我一开始以为是用来坐的，对吗？但其实是他们可以站在上面拍照的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
你看那边的台子，还有这边的台子，都是大家可以站在上面拍一些漂亮的游客照。你看这个叔叔，他可以从这边走上去，然后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角度。就是这样一个角度。经幡的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分别象征着天空、白云、火焰、绿水和大地，代表自然与信仰的和谐。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白塔。往这里递，再递出来，再递。对 ，OK，我往这边走。OK， 往太多了，回去一点。OK， 3、2、1，走。OK， 来坐着，坐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这么尴尬吗？因为在我的旁边有一些人在拍旅拍，然后我当时就站在那边很尴尬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动，因为他们在拍照，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动，我可能会打扰他们的拍照的过程，所以我就站在那边不敢动。我当时就站在正中间，然后那个摄影师在这边，然后想要拍照的那个女生还是男生就站在那边，然后我就站在中间。我昨天在高铁上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雪山之书》，是郭靖写的一本关于香格里拉梅里雪山的故事。然后我还看了关于梅里雪山的纪录片。然后我了解到了一个梅里雪山的雪难，一个山难，一个灾难的故事，我想分享给大家。这个纪录片讲的就是梅里雪山当年的那场山难，然后我想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90年到1991年。当时有一支中日联合的登山队，他们想要去攀登梅里雪山的主峰，也就是卡瓦格博。他们是从雨崩这边一路往上走，整个过程其实一开始是挺顺利的，从大本营到1号营地、2号营地、3号营地，再到4号营地，一路上都在按计划推进，而且到12月下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爬到6000多米了。甚至他们自己判断后面已经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技术问题了，山顶就在眼前。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，在建立3号营地的时候，中方和日方产生了分歧。中方觉得可能要更安全一点，要避开雪崩的地方，然后日方觉得要更接近登顶的路线，节省体力，所以他们最后选了一个中间的方案，也就是在中方和日方选择的营地的中间，然后这个地方刚刚好就是在雪崩的地方。所以到12月28号那天，天气就第一次给出了很明显的警告。那天的天气突然恶化，能见度只有2到3米，然后他们被迫撤退，在暴风雪里迷路了。最后天气放晴，他们才勉强的返回营地。然后从12月30号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到1991年1月3号的时候，雪已经把整个帐篷几乎都盖住了。
然后那天晚上的17个人全部都在3号营地，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。第二天早上，也就是1月4号的时候，大本营想要联系他们，但是却没有人回应。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可能前一天晚上太累了在睡觉，但是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半，整整3个小时，17台对讲机没有1台对讲机回应。然后这个时候大本营的上面也发生了一次雪崩，所以那个时候大本营的人们就意识到可能在上面，可能在登山的队员们他们可能出事情了。所以结果就是这17个登山的队员没有一个人来得及得救。